娘，这种子可能不好。同一天下的种，同一批种子，种子不好还是你不会种？哼！满村的人都在看笑话，你自己想想怎么交代。明明都是埋进去，明明都是埋进去。陆家地里一颗没缺，2个都是京城来的，差距咋这么大？绣花的手和种地的手不是一回事儿。陆家整整10垄都齐了，沈家1垄稀的能数。冯翠兰前2天还说人家装样子，这回踢到铁板了。绣花的手不是种地的手，这不是生宠动气。收的时候才好看呢。一个能从土里刨出石，一个连苗都刨不起。带秤来看，带秤来看。村长，到时候真带秤。带。地里的事儿，嘴说不算，秤说算。这苗比咱麦子还壮。再有1个月略就收。村长带秤，我带锄头，你们带眼睛。你这苗怎么连虫都不长？草木灰撒叶，虫子不肯带灰的叶子，灰是碱性的，虫子的口体碰到碱就不咬，不高深就是一层灰的事儿。都记下，草木灰撒叶不招虫，这条是干货。薄薄一层。叶面粘住就行，撒厚了堵气儿，叶子也受不了。原来不是稀罕，是步骤。步骤不省，弟就给你回报。你没撒灰？没人告诉我，我不知道要撒灰。没人告诉你，陆家媳妇大槐树底下讲的，你耳朵呢？长着出气的。再有1个月收成，要是比不过陆家，你自己跟村里人交代。原来还要学。步骤省不得。黄云配东风。去喊人，今天把排序沟清一遍。能叫多少叫多少。嫂子，这天不像要下雨，太阳都还没下去。黄云配东风，3天内必有暴雨。七角云带着水，快来啊！干沟清到底，不能留淤泥。直沟每段留去水坑，坑深粮食。清不干净等于白清，暴雨一泡。淤泥就胀，淤泥就胀。又折腾什么？天不下雨清什么沟？哼！旱时蓄小水，涝时排暴雨，沟分主次，命也分轻重。这沟像给地开了活路。
嫂子，陆家那边清沟，咱们是不是也清清？万一下雨……又没下雨，清什么沟？等下了雨再说。先把草拔了，看着碍眼。北边蓄水塘，你盯着，塘满就喊人，就喊人。嫂子，你回去，我盯着，你脸都白了。南边20垄新培土容易漫水，我得亲眼看着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轮值换掌有半天空，在家没看见你，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不用回来，军营那边。这也是我的家，你在守我的家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站在这儿楼宇。饷银扣了，军粮要缴，你一个人撑着，我不回来，我还是人吗？你不是说你种地能行吗？现在你看看，这叫能？娘，这雨太大了，不是我能控制的。大雨又不是只浇你一家，陆家一颗没倒。我看过了，地里一颗没倒，南边20垄也没事。那个排水沟你怎么想出来的？我爹教的，干沟排暴雨，支沟蓄小水，旱的时候舀水浇，涝的时候全排走，不高深，就是分主次。你在京城的时候也种过地？种过。我爹在京郊有一块试验田，从小跟着他在田里跑。嫂子，这一株能顶1小篮吧？收的时候请全村来看。你去找村长，让他带最大的秤。村长，嫂子说3天后收土豆，让你带最大秤，能称200斤以上那杆。真要全村来看，那就带秤来。够留种就行，不能多。别直着下锄，伤了皮存不住，斜着入土，整株翻。每垄从南往北，别乱顺序。8、9、10、11，
这猪15个，邪一点，商属就是商量。3分地，算清楚再说。480斤，1亩地，3200斤，我没算错，你们也没听错。我种了30年地，没见过这个数。麦子最好400斤，这个3200，不是神仙粮，选种、切块、蘸灰、勾水，一步都不能省。你家也收吧，同一批种子，同一天种，大家看个明白。一亩地280斤，一个3200，一个280，不是地的问题。大家自己看。同一批种子，同一块边关地，同一天下种，差在种法。陆家切块蘸灰拉绳定锯清沟泡水，沈家整块下种没蘸灰没清沟，省1步少1000斤，省3步少了3000斤。想问的今天当面问，选种、切块、蘸灰、排水沟，问清楚再下地。堂娘，切块蘸灰到底啥讲究？不蘸灰，切口入土3天就烂；蘸了灰，口子封住，不烂不招虫。我们祖辈都是一条沟排到底，干沟排暴雨，支沟蓄小水，旱时从支沟舀水，涝时干沟把水带走，各管各的，旱涝都不怕。我种40年地，没想到这一层，不是白种了，是没人教过咱们。梁谋官明日来，他说亲眼看见才信。数据、种块、窖里存粮都备着。上次在雨里跟你说的话，你记着没？记着，你说别一个人站在雨里。我不是个好丈夫，饷银扣了，地也是你一个人撑。你守边关，我守地，没有谁亏欠谁。你的本分是种地，我的本分是让你种地的时候不用一个人站在雨里。汤再不喝真凉了。280斤，全村人看着称，我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人。娘，沈棠说想学就去找他，他愿意教。找他还嫌不够丢人？他说不如他只是差几步追得上。滚出去！他要是真肯教，你就好好学。存了多久？半个多月，通风恒温，能到开春。这批土豆军情收了，按市价，不赊不欠。这是种植法，从选种到收割，每一步都写了，图也画了。跟谁学的？我爹。这法子推开，你在营里说话分量不一样。他说了算，他的事我不替他做主。不如我和不能学是两回事。
好好学。切块、蘸灰、清勾。来这么早？你说想学就来，我昨晚一夜没睡着，天不亮就来了。跟上来。第一步，整种，深耕1尺半，浅了底下板结根扎不下去，数就小。先记步骤，别急着求快。有事让人拿这个来营里找我。你磨的？少用那个催苗的法子。阿紫，选种，牙眼要深要匀，一刀下去，至少带2个牙眼。去年你整块埋，牙眼挤在一起，谁都吃不饱。我手不稳，看准再切，切坏了就当学钱。蘸灰就是为了防烂，不止，灰是碱，能杀菌，切口封住，入土以后不烂。灰里含钾，牛气壮根。你去年那批要是蘸灰，1半以上能救。你为什么要教我？我婆婆说你是为了打她的脸。你学会了，你们家地就多打粮，多打粮就少一个人饿肚子。我图这个，他要觉得被打脸，是因为他先给了别人打脸的机会。间距对了，埋土轻压，别压轻压，别压实，压太实，芽顶不出来，苗出的慢。这块刚好，记住了。堂娘，明年春种，我想把沈家5亩地全种上。5亩地不是闹着玩的，翻半亩你腰就酸。我能学，翻地我能翻，培土我能培，收割我也能收，我不会再像去年那样了。到时候我来看，不懂就问，别自己瞎种。这块切好了，1亩2600，双井村2500，比麦子强8倍。法子对，地不骗人，差的几百斤是步骤没到位。明年春种，12个军户村能种土豆的都种，种子军营统一采购，土豆占军粮契约70%，价比麦子高1成。种子从哪儿来？12个村需要不少。你媳妇留的种，超发各村1个字不准改，改1个字可能就少收1000斤。1个字不准改。娘，嫂子翻了小半亩了。哼，让他干。学了一身本事，不使出来留着过年，求后翻地，明年春种。你去帮忙，光看不干，把绣花针收起来，拿锄头去。军营批下来了，作物配比由你定。第1年，土豆7成，红薯2成，杂粮1成。12个村的粮仓都在你手里了。我不是粮仓，我就是个种地的。粮食是地长的，我把法子给他们，他们自己种。地不荒，人就不饿。地醒了，湿度刚好，土温要能下种。今开始春饭了。堂娘，我们来了，今年比去年多1倍。去把适合田的标牌搬出来。
人齐了，今天开课。我这一楼一颗没缺，我这也一样。不是地的问题，是手法问题。沈棠，苗期追一次肥，培一次土，培土深度3寸，浅了薯块见光会发绿，发绿不能吃，有毒。36株，6笼，每笼6株。唐娘，怎么判断8成？一块地花开的早晚不一样。看这一片，大部分花开了，顶上还在苞里，就是8成。8成，提前一步，薯块才能吃饱；晚了就白追。花一谢，地下的苏就开始膨大，养分全往根部走。唐娘教的不是道理，是步骤。错过这道肥，产量掉2成。唐娘，双井村出事了，几路苗忽然枯叶，叶上全是黑斑，今天又多了。赵晚带农灰，陆安被匡和麻袋。陆家娘子，是不是你这新种法有问题？这新种法有问题。不是新种法的问题，是种子病菌又连坐了，并从切口钻进去，刀沾了菌，下地后就烂根。病株保不住，连周围土一起清走，别留田里。没发病的用农灰水，浓度比平时高1倍。剩下种块全检查。这些发暗的全部挑出来。挑这么多不够重怎么办？表面没烂，里面也开始坏了。我带了备用的，先补上，不够从陆家村调。每年都会有意外，种地不能算得太满。今年收后这块地种1季荞麦，土豆不能连坐，最少隔1季。荞麦生长期短，还能养地。你今天跑了1天双井村，饭都没吃。处理完了，没耽误下种。你还留了备用种块，2筐备用，能补20亩地的缺。种地不能算得太满。陆征说你在村里做的事，比他在军营做的不小。他当面只会说少用催苗的法子。嫂子，大哥来信了，一马刚送到。去告诉村长，3天后收，称多倍干。不成家。赵晚8亩地，亩产2800斤。
最低2400，最高3500，旱地种出了水田8倍的产量。红薯和荞麦轮作也在试。呈上去。授他劝农司编外席之职，掌示众督导。其他军镇也要推，让他画不同土壤改良方案。大人，按他功绩，编外教师是否低了？先授编外，其他的再看。6军镇数据回来再议。州府任命下来了，劝农司编封外教习乐府州府之部。 6个军镇，来回要大半年。你去不去，你自己说了算，我不替你做主。去，12个村能自己种了，该去更远的地方。图不清楚的，我帮你描。2尺，1尺半，干沟要宽，支沟要细，支沟要细，不能画反。 受陆家村沈堂劝农司编外教习之职。堂娘当官了，咱们村出官了！我去告诉堂娘，编外教练是啥？往后12村种什么，怎么种，全按他说的来。娘，你听见没？堂娘管12个村的粮，管12个村的粮。听见了。 把这个给堂娘送去，荞麦种子是沈家给的。堂娘，这是沈家给的荞麦种。娘说：“谢谢你肯教。”种子收下，明年轮作用得上。今天讲新的红薯育苗。 红薯和土豆不一样，土豆用抠种，红薯用种薯育苗，苗到6寸，剪下了移栽。沙不能太湿，也不能太干。堂娘，没温度计怎么知道热不热？不用温度计，手背觉得温热不烫就是合适。白天先连晒，晚上盖帘保温。 太烫就通风，太凉就加帘儿。记住了，红薯怕霜，霜降前一定收完，晚了掉皮发黑，存不了1个月。这点记错，整窖都能坏。这次去6军镇，先经石坳、双井、赵家营，中间有驿站。 一个村住几天，看完问题再往北。路上有野兽，也有逃兵，我调2个兵士跟你。不用，调兵跟我走，别人会说你公器私用。你磨的？跟了我6年，刀柄我自己削的，稍微粗了一点，但能用。路远，走不动就歇，别逞强。 粮食再重要，没有你重要。偏碱比去年好多了。你们秋番加了河泥，一担挑了一冬。60亩，干沟要加宽1倍，宽2尺，深1尺半，支沟1尺，每5丈1个蓄水坑。 地多了，水也多，沟不加宽，暴雨就涝。
别压实，芽儿要顶得出来。娘，看我来挖，你歇会儿。你管下种，沟我来挖。比去年更整齐。赵婉8亩地，亩产3000斤。堂娘，亩产3000，真过了。法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是你自己肯学。当初你说我不如你，但不是不能学，这句话我记了2年。你现在不比任何人差，明年你可以教别人了。她是罪臣之女。大人，边关军粮自己的功绩，不比一桩旧案轻。朝廷每年调粮耗银数十万，这笔账京城会算。等他走完6个军镇，把数据报回来，再议。写的啥？京城来消息，当年构陷我爹的人被御史弹劾了。那你爹案子翻了，罪名就轻了，他在地下可以闭眼了。京城农司任命，正式教习，不再加编外2个字，再加编外2个字。案子翻了，翻了，你爹罪名洗清。爹，法子没丢。匕首带着没？带着。你守边关，你守粮仓。浅灰碱土，深色好土，红色酸土。先别急着下种，多看几天土。嫂子，到了，这就是新军镇，比石坳村荒多了。偏简比石坳村当年高2成，板结层深1寸，先改土，加河泥，深耕翻底土，焖一冬。就是陆家村来的堂娘，这么年轻能治这贤弟，今天不下种，先看地。不种，我们等的是粮。第1步，加河泥中和碱；第2步，深耕1尺半，不改土直接下种，根扎不下，切口愈剪愈潮，烂得比出苗快。种地不能算得太满，急1步，亏1季。先做3分试田，秋后看土色，再决定明年下多少种。来，嫂子，他们这儿真能种出来吗？不会马上种出来，先把地养醒。先认土，地不骗人，你糊弄他，他就少给粮。今天讲改土，不讲神仙法。对比，一个硌手，一个能散，根喜欢后者。
你说3分是地，我们就先做3分，3分。嫂子，你说他们这儿的人会不会种土豆？不会。但没关系，我们来了。是不是陆家村来的堂娘？兴奋下正，先改土后下种，和泥2档，减土3档，拌匀再深翻。这层不翻开，跟到这里就拐，1尺半，不能浅，浅了等于白翻。这么深，一天翻不了多少。慢一步，保一计。嫂子，这土硬的，能磨刀。斜着撬，斜着撬，别直砸，省力。今天只做3分，秋后看他是不是能养醒。明天我带人去河道挖泥。记住，地不骗人。牙眼要留2个，切口要平，别急。蘸灰防烂，也撞根。这个我错过一次，记一辈子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手笨，怕学不会。我当初也手抖，沈棠说不如他和不能学是2回事。娘，嫂子教的挺好。那是他今年没偷懒。别愣着，送过去，缺种耽误地。他没急着下种，先改土，若成，6军镇最差的地也有救。派人计时，不许催他虚报。他一到就看出捡土深浅，没急着报喜。他做事从不贪快。你不担心？担心。改土能等，人不能耗，少用那个法子。一马送新军镇。不催，先养地。大哥写啥？让你别偷懒。咋又说我？